朋友们，告诉你一个真相，时刻记得真正的你是谁，你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否则时而高兴，时而痛苦，一生就在两极间徘徊，难得心安。庄子里有一句话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类耶？人生在世，要驾驭万物，而不为物欲所驱使，一味追逐名和利，反而成了名利的奴隶，在名将利锁之下，早已失去了灵魂。究竟是人主宰了事物，还是事物主宰了人？也许忙到最后才会发现，真正的幸福和逍遥，不是拥有富贵权势，而是不被外境牵累，物物而不物于物。如果物于物，就是那句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最后也难逃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的结局。物就是超越了外在的枷锁，不为外境所困扰，面对所有的情境都可以如如不动，不惑于心，不乱于行。类似的话管子还说过，君子使物，不为物使。荀子也讲，君子易物，小人易于物。老祖宗真正要告诫我们的是，人不要活成心随境转，而要做到境随心转。玩鹰的又怎么能让鹰给玩了呢？可现实却很少有人能做到。比如别人住大房子，开豪车，你负债累累，你怎么会不着急不痛苦呢？别人家庭和睦，欢声笑语，你独身一人，怎么会不慨叹命苦？财富、健康、情感、孩子、父母、名誉、地位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你的情绪。可从古至今，的确有人能做到不受干扰。难道他们有什么诀窍吗？当然有，他们知道生命的实相，而你不知道。人生并不真实，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，你的头脑是你，把这个肉身和念头当成是真的，因此执着于一切都要和自己期待的一样，不一样就痛苦。你努力拼搏，憧憬着什么时候愿望达成了就幸福了，不知不觉间，你活成了物的奴役。而觉醒的人知道，他们只是自己体验这个世界的工具，于是不再执着，而是随缘应对，随遇而安。他们明白，既然这个肉身不是真正的自己，那境遇的起伏又有什么不能接纳的呢？心安才是回家。他们就此跳出了命运的束缚，这就是庄子说的逍遥。逍遥不是为所欲为，而是不论外界如何，心都逍遥自在。只有记得真正的自己，你才能从物亦人中跳出来，回到人亦物，这样的一生才不白活。否则不管你曾经得到过什么，失去过什么，归根到底，不还都是命运的奴隶吗？因此时刻记得谁才是真正的你自己，这才是解脱痛苦的唯一方法。那生命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呢？老子教他道，佛家叫自性、佛性，阳明先生称之为良知。它无相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所以叫它空。正因如此，你不知道有它，但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可以生出色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离不开空，因为是空生出的色。怎么生的呢？自性也就是这个空遇到缘时会变成心，心像一面无边无际的镜子，照出世间万物，也就是色。什么因缘就照出什么影像，这完全符合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。有观察者这个缘在时，波就以粒子的形式显现，此时就是看得见的物质。没有观察者这个缘时，波还是波。因此色虽然有形有相，却是幻影；空虽然无形无相，却是本质。
佛说众生颠倒梦想，因为我们一直把色当真，把人生当真，却忘了那个无限的空才是真实的你自己。因此，从古至今，圣贤都劝诫人们要以出世的心态入世的活，就是跳出人生境遇的束缚，站在真正的自己，站在空的角度回看人生，一切都是缘影，都是幻，有什么可执着的呢？就像飞蚊症的患者，一生都致力于把蚊子打死才心满意足，打不死就痛苦，而实际上哪有什么蚊子呢？是眼睛出了问题。你说这苦吃得冤不冤？那在生活中具体该怎么做到呢？镜子照过大便不会臭，照过鲜花不会香，任何影像原本都干扰不到你，这是生命的本态。你会痛苦是因为注意力陷入到对影像的执着，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念头。比如我好讨厌老公，我要怎么改变他呢？邻居能买200平米的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如果孤独一生，我会不会很惨呢？发现没有，是念头把你拽入痛苦，因为念头就是你在把影像当真的评判执着，你彻底忘了你本是镜子。只要你跟着念头走，就会陷入痛苦的轮回。可以说，这世间所有的烦恼与痛苦呢，其实都只存在于你的念头里。当你感到忧虑恐惧时，它们只是你的一个个念头；当你感到幸福圆满雄心勃勃的时刻，那依旧也是一个个念头。我们的情绪是连绵的念头，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也来自念头，乃至所谓世界宇宙星辰的运转，终究是你的念头。无论是梦境，还是一本小说、一部电影，包括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，都要通过我们的内心才会形成感受。所以这些东西无论它是真实还是虚幻，它如果是真实，它就是真实在你心上的投射；如果是虚幻，它也是在你心上的投射。所以它是否真实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它的关键不是在外境，而是在如何在你心上投射的问题。就是当你的心与他们相处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反应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我们也知道，同样的事物，不同人面对，可能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爱吃辣的，有些人爱吃甜的，都是同一个食物，大家的感受不一样。再极端一点的，就是对于一泡屎，人的感受跟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东西是一样的东西。所以重要的是你的心面对它会起什么样的念头。所以关键点就是在你怎么去判断。每个人的判断可能不完全一样，那这些判断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他过去的经验，比如说小时候的教育。所谓万法唯识，这世间所有的动与静，所有的苦与乐，所有的道理和智慧，都是我们意识分别而生。当我们的心安静了，一切概念都不存在，所谓的天堂与地狱也只是概念而已。无论身处人生的天堂还是地狱，我们都无非是眼耳鼻舌身意6种功能而已。前5种功能所感受到的无所谓好坏，只有意识才会编织出种种定义。这个好，这里是天堂；这个不好，这是地狱。某种角度，即便是我们的身心功能本身，也只有在意识去分别时，它们才有名称，它们才会存在。因此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没有人能够真正获得解脱和幸福，因为解脱、幸福这样的概念，也只是意识的定义和妄想。曾经你因执着这些影像而痛苦，如今业力现前，你再次以假当真去执着，再受一遍同样的苦，直到某一天你彻底觉醒，
不再执着，才能彻底解脱。因此，专注每个当下，就是跳出命运的束缚，就是活出真正的自己。因为专注时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，注意力就没有陷入对影像的执着，自然落回到镜子，随缘应对，身受而心不受。就好像一个人在专心洗碗或是专心做事时，他的意识不会冒出来我要解脱的念头。如果不是在专注，那就会被念头拉入痛苦。当然，只要人活着就会有念，这是习性。念头最可怕的是，它总在不知不觉间做着自动化的反应。所以不要试图去断念头，因为你试图去断念头的这个想法也是个念头。但凡有起心动念，皆是妄想。佛是妄想，魔是妄想，智慧是妄想，烦恼是妄想，生死是妄想，我也是妄想。心存灭妄之念，求静之欲，恰是真性被一念遮蔽，如一叶障目不见本然开悟心性。而离一切妄想的方法就是观。所谓的观心，就是时刻觉知自己的念头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觉察是你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工具。当你透过觉察看到自己又要跟着念头走时，知幻即离，一切都是幻影，有什么好执着的呢？在觉知里，一切妄想念头转瞬即逝，不空而自空。如果想跟别人提意见，你就去提，没必要为幻影生气。就算提了他没改，那也是因缘注定的幻影，干嘛为他生气，让自己痛苦呢？照过大便镜子会臭吗？不会。别忘了你是镜子，任何影像本都干扰不到你。此时你可以透过观呼吸，把注意力从念头拉回到呼吸上，慢慢的注意力就回到当下手头的事儿，随后就专注在当下。不久后，念头可能还会来，那就再觉察，知幻即离，再回到当下，如此反复，每天在事上去练，慢慢的你能至心一处的时间越多，逍遥自在的时间就越多。那遇到棘手的事时该怎么办呢？还是同样的操作。当你觉察到念头或者情绪时，知幻即离，透过呼吸回到当下，让心平静下来，心会给你答案。因为当你不再跟着念头延续时，你已经回到了镜子。这就是致良知，知善知恶是良知。镜子本来就能照出大便与蛋糕的不同，自然会有答案。就像阳明先生说的，不要操心你的人生，要操心你的良知。只要你时刻能回到良知，就自然有明确的方向。表面看，你不再期待，不再苛求外境，但却因为没有情绪干扰下的专注高效，多做少想，脚踏实地，往往外境真的就发生了变化。这就是知行合一。人活这一生，头等重要的事是不再被命运奴役。你时刻要记得，你不是这个肉身和念头，你是觉，是道，是自信，是良知。因此，不要再让自己被念头带入痛苦。透过觉，知幻即离，专注当下，你便活出真实的自己，不再被命运束缚。只有当下才是唯一的真实，只有专注当下，才是最高能量的真正的你自己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